从武汉江边的一句怪喊声开始，一个女人缠了网友整整4年。大家好，我是老朴，今天的故事呢来自网友 NDPZ。2018年呢，老哥去武汉玩，住在黄鹤楼边上。那晚上呢，吃完宵夜快凌晨1点了，沿着这个江边溜达着回酒店。江风一吹呢，本来挺惬意的，突然听到旁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悠悠的就一句：“我缺男人。”当时老哥就觉得哪个喝多的姑娘随口喊的，没往心里去。江边的景呢是真不错啊，老哥呢还让路人用他的相机给他拍了张江景照。那拍完呢就往酒店走，可是走着走着啊，怪事来了。他觉得身上沉得很啊，跟背块石头似的，腿都抬不动了。那好不容易回到酒店，倒头就睡。夜里被压床了，动不了也喊不出声，就那股子压抑感呢，直到天亮才散。第二天呢，老哥也没再多留，直接回了天津自己住的小别墅。本来以为离开武汉呢就没事了，没想到啊，这东西跟着他回来了。当天凌晨呢，这个老哥刚关灯啊，还没躺下，就听见1楼的防盗门吱呀一声，像是被人推开了。他第一反应呢是入室盗窃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缩在被窝里。又听见外面啊传来风刮树叶的沙沙声，就这么僵持了快1个多小时，外面没有动静了，他才壮着胆子下楼。这一看啊，直接让他后背发凉。1楼的地上铺满了枯萎的梧桐树叶，全都呈现出螺旋的形状。4个房间，每个房间里都有厚厚的一层。那老哥呢住的是别墅，门窗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，这树叶哪儿来的？不敢细想啊，在卧室里坐了一夜，天亮之后呢，装了4个大垃圾桶才清完。那心慌的老哥呢，就翻出了武汉江边拍的照片，瞬间炸毛了。照片里啊，他的身后站着一个女人，全身半透明，脸上挂着阴笑。那老哥呢，吓得手指抖，赶紧把这个照片给删了。可这个东西啊，已经缠上他了。当天晚上啊，刚一躺下，卧室门呢自己慢慢的打开了，没有一点声音。那老哥坐起来，就看见照片里那个女的正飘着朝他过来。他也硬气，遇到这种事儿呢，他反而是红了眼，站起来伸手就打，嘴里还骂啊，今天你弄死我，我做鬼呢就弄死你后人，我死不了我就刨你的坟。不知道是不是被他的狠劲儿给镇住了，那女的就跟一团雾似的飘着往门外走。那老哥呢在后面追，眼睁睁的看着他从1楼的防盗门穿门而过。那一刻啊，浑身啊刺骨的冷，直接瘫在地上了，天亮都没缓过来。在家里呢坐了一上午，那各种询问身边的朋友，终于有个朋友说他认识师傅。那老哥呢就开车去接他，让朋友带他去找师傅看看。从他家到朋友家呢就10公里，9公里都是快速路，20分钟的路程。他加满油就出发了，可是开着开着啊，感觉这个路越来越宽，路上的车呢越来越少，整个人迷迷糊糊的，就不知道开了多久啊，突然是一阵刺骨的冷从后背窜上来。老哥呢瞬间清醒了，赶紧靠边停车，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烟。抽到第2根，手机才响，全都是朋友的未接来电。点开手机一看，蒙圈了。上午11点多出发的，当时已经是下午4点40了，整整开了5个小时。可是他抬头一看，车居然还在加油站的旁边，油箱里的油少了1半多。最后呢，是朋友打车过来，开着车带他去找了那个师傅。那师傅一见到他就说了，小伙子长得挺帅的啊，胆子也挺大的，但凡你胆子小一点，你当天晚上就没了。那个女人看上你了，一直跟着你，没打算走。说完呢，这个师傅呢给老哥写了几张朱砂符，让他贴身带着。晚上呢，老哥就请朋友吃了顿饭，硬着头皮啊回家睡觉。刚关上灯啊，就感觉头顶冷得厉害。紧接着啊，他感觉到有一双冰冷的手放在了他的脸上。那老哥呢是瞬间炸毛，突然他整个人呢像是飘了起来啊，脱离了身体，能从上空俯瞰自己。只见一个女人呢就坐在他身上，双手捧着他的脸。那老哥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再有意识的时候呢，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，浑身虚脱啊，一点精气神都没有。他赶紧摸出贴身的朱砂符，只见所有的符朱砂的红色全退了，成了黑乎乎的一片。那会儿呢也顾不上穿衣服了啊，仅仅一条内裤，跑到门外的马路上坐着，直到一个遛弯的老大爷看到他，陪着他回屋里穿了衣服。那老哥呢才去又找了那个师傅。师傅呢看着烧糊的这个符，摇摇头啊，我看不了你这个东西呢太厉害了，你另请高人吧。最后呢又送了他几张符，算是尽了点心。那老哥也不敢回家了，让朋友呢陪着自己去酒店住。本来以为有个人陪着呢能安心点，结果晚上怪事又来了。先是朋友啊突然喊，哎，怎么房间里这么冷啊，刺骨的冷。紧接着老哥就听不到朋友的声音了，他刚想开口又被压床了，
这一次老哥是睁着眼睛看着那个女的坐在他旁边，一会儿拍她的头，一会儿摸她的脸，脸上挂着阴森的笑。那你要问说这个女的长得好不好看？不丑，但那个表情和脸色啊，是个人都受不了。终于啊，天亮了，老哥是总算能动了。朋友呢，则一直睡到中午。醒来后啊，人也是蔫了啊，精气神尽失，再也不敢陪着老哥，直接回家了。那老哥知道啊，这事儿不能拖，开始托各种关系啊，找真正有本事的高人。那终于联系上一个，对方让他天黑之前务必赶到，晚了可能就挺不过那一夜了。这老哥呢，就强撑着一口气，开了200多公里的车，下了高速，还有20多公里的国道。那个国道呢是双向6车道，中间有1.5米宽、1米高的绿化隔离带。那他开着开着，就突然感觉这个车震了一下，接着整辆车直接飞了起来，在空中不停的旋转，又重重的砸到了地上。老哥呢也晕了过去，直到有人拍车玻璃，他才醒过来。推开车门一看啊，车从国道的最右侧飞到了最左侧，最少有15米远，中间还隔了绿化隔离带。但是老哥跟车居然毫发无伤。那终于呢是到了这个师傅家里，师傅看了看他，叹了口气啊，我也看不了你，但是呢能保你1个星期不出意外，你先住这儿，再联系其他人。结果呢住到第3天晚上，师傅突然半夜敲门，让他天亮立刻走，再不走师傅会受牵连。那一刻呢，这个老哥就觉得自己是走投无路了，思来想去，他联系了一位大领导，求对方帮个忙。这个大领导呢也是实在人，安排了亲戚来接他，带他去了另外一位从不对外看事的师傅那儿。那这一次呢算是看到了一点希望。那这位师傅呢一见到老哥就直说了，这个东西太厉害啊，你这次不死也得脱层皮。跟了你10来天，天天晚上闹啊，我这辈子呢没见过这么执着的。你现在已经丢了魂魄了，全靠你意志力强，不然第2天啊就跟着入土了。说完呢，这个师傅就开始烧香，一开始是1把，后来是3把，最后呢直接烧了一堆，还让其他人出去买香和各种纸扎元宝，买的东西啊整整塞了1辆小货车，就让老哥一直烧。当所有东西烧完的那一刻呢，这个老哥就突然感觉浑身一轻，精气神一下子回来了，那种丢掉魂的那种空虚感彻底没了。老哥呢是真的怕了啊，耍起了厚脸皮，赖在师傅家里不走了。附近最好的饭店啊，1天3顿往这个师傅家里送，就想求个安稳。还好啊，身体呢是总算没出什么大毛病。可是从那之后，他连续3年的运气啊，糟糕到了极点，在家躺着都能赔钱，喝凉水都塞牙。而至于师傅是怎么把那个女的送走的，对方不让他问，也不让他知道。那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就算翻篇了，可是没想到2021年那个女人又回来了。口罩结束，当时老哥呢是去河南南阳出差，和一家上市公司合作啊，投资当地的一个开发商。下午签了合同，打了款，晚上吃庆功宴，在饭店的包间里喝酒，喝到一半，服务员呢搬着一把椅子、一套餐具进来了，说要加1个人。在场的全都懵了啊，人都到齐了，根本不用加。但这个时候服务员却说，刚才在包间门口有位女士说你们这个包间少了1位的餐具和椅子，让我送进来。大家呢就只当是服务员记错了包厢啊，拒绝了，继续喝酒，谁都没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。可到了凌晨1点多，老哥回酒店睡觉，刚躺到床上，屋里的灯还开着，一眨眼儿，上1秒钟还是空空如也的椅子上已经坐了一个女人。那揉了揉眼睛再看，没了。当天晚上他又被压床了，能清晰的感觉到啊，那个女人侧身躺在他旁边，用手指弹他的头顶，每弹一下就有一股寒气从头顶窜到脚底，冻得他骨头缝都疼。拼命的念各种符号，可是他越念，那个女人笑得越欢。最后他意识模糊，直到合作方敲房门才醒过来。那合作方呢，看他状态不对，喊他一起去合肥的公司休息2天。老哥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到了合肥，晚上一起吃完饭，老哥硬是拉着当地公司的一位副总陪自己睡。结果呢，副总洗完澡啊，从卫生间出来，刚走到床边，突然来了句：“大哥，你进屋藏娇了，刚刚有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去哪儿了？”老哥心里呢跟明镜似的啊，嘴上他只能说副总看花眼了，拉着副总啊一直聊天。那一夜呢，这副总呢是一直说心里各种发慌啊，莫名的害怕，连厕所都不敢去。那第2天早上吃早餐，老哥能清晰的感觉到那个女人就跟在他身后，寸步不离。上午呢，他和合作方的董事长喝茶。那这位董事长呢，在安徽的综合实力能进前5，
老哥实在撑不住了，慢慢把自己的事儿说了出来，问对方认不认识这方面的师傅。董事长呢也是个爽快人，当场就给他联系了一下。老哥呢就跟着董事长一起过去了。那位师傅什么都没问，只是上了香，嘴里念叨了几句就说好了，还预测老哥和董事长呢是铁搭档，后续会一起开创新领域。而这个事儿到现在是真的实现了。那离开合肥之后呢，老哥没再看到那个女的，本来以为这一次是真的彻底解决了，可是没想到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。10分钟之前打的电话，转头就忘，而且经常精神恍惚，连车都开不了。有时候喝了酒整张脸会变成紫色。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他心脏有问题，最好做手术。可是老哥之前的心脏是一点事儿都没有，明摆着是被那东西缠的，他索性就不管了。就这么浑浑噩噩的又过了1年，老哥找了不少师傅，可所有的人看了之后都摇着头说看不了，这东西执念太强。直到22年年底，这老哥呢又去外地出差，晚上在酒店又被压床了。那每次被压呢，他都靠着自己的意志强行挣脱，而这一晚上他被压了5、6次，实在撑不住了穿着衣服坐在酒店的1楼大堂里，直到天亮。那一刻呢，他是真的觉得自己可能要栽在这儿了。第二天呢，老哥是约了朋友还有当地的医哥一起喝茶，偶然间就聊起了玄学。老哥呢才把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全都说了出来。听完老哥的经历呢，这医哥让老哥晚上参加自己的家宴。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呢，就来了一位比老哥大了有30岁的女士。一开始呢只是寒暄喝酒，那酒过3巡，这位女士突然说了几个老哥的个人隐私，这些事儿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。老哥呢还没反应过来，女士让他躺在沙发上，说要给他治疗心脏。当时呢他就坐在老哥的旁边，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他只是说了一句给他治疗一下心脏。下一秒老哥的心脏开始揪着疼，钻心的疼，疼了差不多有1分钟吧，突然就好了。就那一刻他能清晰的感觉到自己的精力和体力瞬间恢复了，那种浑浑噩噩的感觉一扫而空。紧接着这位女士又说，你还有肠息肉和胃病，我也给你治了，明天你排便会出血，等出血了给我打电话，来我那儿上香处理一下就彻底好了。那老哥当时根本不敢信可是第2天早晨他真的是拉血了。那一刻呢是彻底服了，赶紧给那位女士打电话，去了她家里。那女士呢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只烧了3把香，烧完之后呢就跟老哥讲好了。然后女士突然又来了一句，你前天吃饭桌上有一道鱼是黄花鱼和带鱼拼的盘，你吃带鱼的时候吞进去1根刺，是不是？就这句话呢直接让老哥是目瞪口呆了，因为这个事儿他自己都没有放在心上，对方居然一清二楚。最后呢这位女士让他随心包了一个红包就送他走了。就从那之后直到现在，老哥呢是再也没遇到过任何怪事了。压在他心里整整4年的石头呢总算是落地了。那各位朋友，这世上的怪事总在不经意间发生，常怀敬畏之心，行稳致远才是根本。好了，我是老朴，下个故事见。